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是否曾经想过，宇宙真的会永远这样不断的膨胀下去吗？从大爆炸开始，它一直向外扩张，星系彼此之间越离越远，时间庞幅只剩下单一的方向，永恒的扩张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科学家其实并不完全确定这个结局呢？有些理论甚至提出，宇宙的未来可能并不是无限膨胀，而是会在某个时刻突然逆转，开始收缩，最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就像一口无形的气息被吸回。这样的画面听起来是不是更像是一种呼吸？宇宙的呼吸。想象一下，我们正在见证的膨胀，并非直线的无止境，而更像是一次深长的吐息。星辰、行星、生命都是这口呼出的气息里短暂的火花，而当这口气吸回去，一切将再度归于虚无，却也为下一次的新生铺路。这就像神在呼吸，创造与毁灭，开始与结束都是自然的节奏，既浩瀚又循环不息。我们早已习惯了宇宙在膨胀这个说法，好像它是一条注定的道路，但事实上，宇宙学界一直存在争论。爱因斯坦早年提出宇宙可能是闭合的，也就是说，它或许并非无边无际，而像是一个巨大的球体，当膨胀到某个极限之后，便会在引力的作用下重新缩回。这种模型被称为大坍缩 （Big Crunch）。在这样的视角下，我们此刻所看到的一切繁华，不过是宇宙无数次呼吸中的一瞬。而这种宇宙的呼吸概念，其实并不仅仅属于科学的假说，它也与许多古老的哲学和灵性智慧不谋而合。古印度的梵书曾说，梵天的一次呼吸，便是一个宇宙的诞生与毁灭。道家的思想中，阴阳循环、生灭往复也隐含着同样的节奏。甚至在现代灵性探讨里，许多人认为宇宙并非一次性的事件，而是无数次的展开与收敛。这些来自不同时代、不同文化的观点，竟然都指向了相似的画面：宇宙像在呼吸。这样的画面不止震撼，更让我们开始反思，如果宇宙真的会收缩，那么我们眼前的一切是不是仅仅属于一个暂时的扩张时期？我们的文明、历史，乃至于我们个体的存在，会不会都只是宇宙长长一次呼吸中的尘埃？然而，正因为如此渺小，反而更显珍贵，因为我们正在这一口吐息的当下，亲身参与宇宙的故事。而接下来，我们要深入探讨的，就是这个极富争议却也令人着迷的问题：宇宙真的不会永远膨胀下去吗？科学的证据告诉我们，它或许会停下，甚至倒转。灵性的智慧则暗示，这是一种宇宙级的呼吸律动。当科学与灵性在这里交汇时，一个全新的宇宙观将逐渐展开在我们眼前。要理解宇宙是否真的会收缩，我们必须先回到科学的基础。宇宙的膨胀证据。1929年，美国天文学家哈勃 （Edwin Hubble） 发现遥远星系的光谱出现红移，代表它们正在远离我们。这个发现成为宇宙膨胀的最直接证据，也奠定了大爆炸理论的基石。自此，科学界大多数人认为，宇宙自诞生以来就不断膨胀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。然而，问题在于，这种膨胀会一直持续下去吗？还是有一天会停止甚至逆转？早期的科学家曾经认为，宇宙中的物质与能量，其引力足以抵抗膨胀。换句话说，膨胀的速度可能会逐渐减缓，直到有一天完全停下，接着反转，宇宙开始收缩。这就是大坍缩 （Big Crunch） 模型。根据这个假说，宇宙会像一个被抛出去的球，在最高点速度归零后被重力拉回，最终回到起点。这样的宇宙观充满了轮回感：爆炸、膨胀、收缩，再次爆炸，如此无穷循环。但在1998年，天文学家对超新星的观测却带来惊人的转折。他们发现，宇宙的膨胀速度不仅没有减缓，反而在加速。这意味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在推动宇宙不断扩张，那就是后来被称为暗能量 （Dark Energy） 的存在。暗能量就像一股看不见的反重力，它占据了宇宙能量总量的近 70%， 主导了宇宙的命运。按照主流的 Lambda CDM 模型 （Lambda Cold Dark Matter Model），如果暗能量保持恒定，宇宙将会永远加速膨胀下去，星系会逐渐远离，夜空会越来越空旷。
最后只剩下孤独的恒星残骸和黑洞，进入所谓的热寂状态。这种命运听起来冰冷而绝望，没有循环，没有重生，只有无穷的空虚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同意这样的结论，因为暗能量的本质至今仍是谜。如果暗能量不是恒定的，而是会随时间变化，那么未来的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。部分理论认为，暗能量有可能逐渐减弱，甚至逆转为吸引力。一旦那一天到来，宇宙的膨胀将被拉住，随后开始收缩，进入大坍缩。除了大坍缩，还有另一个更具创新的想法——大反弹 （Big Bangs）。他认为，宇宙并不是起源于一次性的起点，而是在无穷的循环中不断诞生。当宇宙收缩到极限时，起点会再次反弹，爆发出新的大爆炸，于是展开另一个膨胀周期。如此一来，宇宙就像一个巨大的心脏，不断跳动，每一次收缩与扩张都是一个新宇宙的诞生。甚至还有学者提出，宇宙的命运可能与我们无法观测到的多重宇宙有关。在某些模型中，我们的宇宙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，而膨胀与收缩不仅仅是单一事件，而是无数平行宇宙彼此之间的生灭过程。所以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宇宙会不会收缩？科学的答案仍不确定。若暗能量真的如现今观测所示，宇宙或许将无止境的膨胀。但如果暗能量的性质有所不同，或者我们的理解出现偏差，那么宇宙的未来就可能完全翻转。也许在遥远的将来，膨胀会停止，万物将被拉回，重新归于起点。而这一切正如同呼吸一般，吐出、吸回，无论是大坍缩还是大反弹，它们都暗示着宇宙的命运并非直线，而可能是一种循环。下一步，我们要从灵性的角度来看，为何这种呼吸的宇宙与我们的生命经验竟然有着惊人的共鸣。当我们暂时放下冰冷的数据与方程式，用灵性的眼光来凝视这个浩瀚宇宙时，你会发现宇宙如同呼吸的比喻，竟然有着极深的象征意义。呼吸代表着生命的节奏，吸气、吐气，生与死。来语去宇宙若真的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，那么它的膨胀与收缩正好对应着呼吸的律动。当它吐气时，星辰、星系、行星与生命随之诞生、繁荣展开；而当它吸气时，一切逐渐收束，归于寂静。这样的循环并不是终结，而是准备迎接下一次新的创造。在古老的智慧传统里，这种观点早已出现，例如印度教的典籍里描述梵天的呼吸。当梵天吐气，一个宇宙诞生；当梵天吸气，万物归于本源。而这样的呼吸并非只有一次，而是无穷尽的循环，这与现代科学中的大反弹理论不谋而合。道家的思想也有类似的意象。道家认为万物皆在阴阳的交替之中，不存在永恒的直线，而是循环往复，白昼与黑夜，春夏秋冬，生与死，没有一个状态会无限延续下去。宇宙若是道的一部分，那么它的膨胀与收缩本质上也是一种阴阳转换的展现。更令人着迷的是，这种呼吸不仅适用于整个宇宙，也反映在我们的生命之中。人类的一生就是一个小宇宙，从出生到成长是膨胀，从衰老到死亡是收缩，但死亡并非终结，而是另一个周期的开始。灵魂或意识会随着这种宇宙性的律动，经历无数次的展开与回归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并不是宇宙之外的旁观者，而是参与在这场呼吸之中的微小单位。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，还有一个更令人震撼的想法，不止我们的宇宙在呼吸，还可能有无数的宇宙，每一个都在各自的周期中膨胀与收缩。这就是多重宇宙的概念。在某些理论里，每一个大爆炸并非只创造了一个宇宙，而是诞生了一整片的宇宙海洋。我们所处的宇宙或许只是其中一个泡泡，当一个泡泡收缩破裂，另一个泡泡正在生成，这种过程无穷无尽，宛如神无休止的呼吸。在灵性哲学的视角中，这些多重宇宙不仅仅是物理现象，更是神性意识的投射。神透过呼吸创造无数的实相，每一次的吐气就是新的宇宙诞生，每一次的吸气就是收回经验与记忆，回归源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存在是神在呼吸之间的梦。这样的比喻不仅浪漫，更让我们开始反思，
当我们仰望星空，看到无尽的银河与星辰时，其实正置身于宇宙的一次长长吐息之中，而这口气将来终究会收回，但收回并不意味着毁灭，而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归移。在这样的循环之中，没有真正的终结，只有不断的转化与再生。因此，当科学与灵性不约而同地指向宇宙的呼吸时，我们似乎可以更深刻地理解，宇宙不是一条无止境的直线，而是一个巨大的循环体系。下一步，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是，当科学的理论与灵性的智慧相遇时，它们会如何交织？宇宙的收缩会不会也是资讯保存、能量转换的一种方式？当科学走到极限时，往往会与灵性产生奇妙的交汇。宇宙是否会收缩？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关乎物理运算，还触及了秩序与资讯的核心。在物理学里，有一条无法忽视的定律，那就是熵增定律。封闭系统的混乱度只会越来越高，宇宙若永远膨胀下去，最终会走向所谓的热寂，能量分布均匀，一切停止运作。那是一种绝对的沉默，没有结束的结束。可是，如果宇宙在某一刻开始收缩呢？那么熵是否会被逆转？混乱的资讯是否会再度被压缩，回归秩序？一些科学家提出大胆的假设，宇宙收缩的过程可能是一种资讯的重组，就像把一本被随意分散的书重新装订，所有的字句并不会消失，而是回归整齐。这个想法与灵性哲学中的阿卡西记录不谋而合。阿卡西记录被视为宇宙的记忆场，每一个事件、每一个意识都被完整保留下来，并在不同的循环中再次被取用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宇宙的收缩并不是毁灭，而是一场巨大的记忆备份。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也能给我们一个隐喻，它告诉我们，任何形式系统都无法完全解释自身。当科学家试图用数学去推导宇宙的最终命运时，总会遇到未知的空白，这些空白或许不是错误，而是宇宙刻意留下的缝隙，让我们能以另一种方式去理解它。灵性的答案就在这些缝隙中浮现。宇宙不是单向的过程，而是充满节奏与意识的呼吸。如果我们把宇宙想象成一个全息投影，那么每一次的收缩都是将所有投影的光线收回原点，再次等待新的展开。这与全息宇宙理论的观点高度契合。整体包含于局部，局部映射着整体。当宇宙收缩时，所有的经验与资讯将不会消失，而是以更高维度的方式被保存。这意味着我们此刻的生命经验或许都将被存档，并在下一次的膨胀中以新的形式再现。这样的想法也能解释为什么许多灵性教导强调生命没有终结，只有转化。从诞生到死亡，从膨胀到收缩，一切都只是不同阶段的形态转换。当我们理解这一点时，就会发现宇宙并非走向无意义的熵增，而是进行一场宏大的能量循环。在科学的语言中，这种转换是能量守恒；在灵性的语言中，这是灵魂的永恒。两者描述的或许是同一个事实，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语汇。因此，当科学家提出宇宙可能收缩的模型时，这并不是单纯的毁灭图景，而可能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秩序展现。就像一首乐曲，音符在高低起伏之间才显得美丽。如果宇宙只是一味的膨胀，那么最终只会走向单调与空洞。但若它能收缩，再度展开，那么这场乐曲将无止境的延续，每一次都带来新的和声与惊喜。换句话说，宇宙的收缩不是悲剧，而是一种呼吸间的沉静，而在这份沉静之后，又会迎来新的吐息，新的诞生。当我们把视线从科学的星图移回自身，其实可以发现，宇宙的命运不仅仅是天文学家的公式与假说，而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紧紧相连。如果宇宙真的如同呼吸一般膨胀、收缩、再生，那么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是否就是在与宇宙同频？当我们吸气时，是宇宙将我们拉回本源；当我们吐气时，是我们与宇宙一同展开新的创造。原来，我们的存在并不是渺小的偶然，而是这场宏大律动的一部分。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未来也许存在3种可能：
宇宙永远加速膨胀，走向冷寂；宇宙在某一刻停止，反转收缩，走向大坍缩；或是宇宙经历无穷无尽的大反弹，在一呼一吸之间诞生新的宇宙。而从灵性的角度来看，这三种结局并没有本质的差异，因为不管哪一种，宇宙的能量与资讯都不会消失，而是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。换句话说，宇宙并不是单纯的一场爆炸或毁灭，而是一首乐曲，一幅画卷，一场舞蹈。它有节奏，有停顿，有高潮，有低谷。膨胀是展开，收缩是收敛，两者缺一不可。没有呼吸的吐气，就不会有吸气；没有收缩的寂静，也无法迎来新的诞生。这样的观点或许能改变我们对终结的理解。死亡并不是虚无，而是一次收缩；痛苦并不是突然，而是能量的压缩与转化。而每一次的结束都是为了准备下一次的开始。当我们能以宇宙呼吸的眼光来看待生命，我们将不再害怕终点，而是学会拥抱循环。或许宇宙的真正秘密并不是它是否会无限膨胀，而是它告诉了我们一种活着的方式，去呼吸，去展开，去回归。当我们与这股宏大的节奏同在时，生命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体，而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，是那场永恒呼吸中的一声低语。所以当你下次抬头仰望星空，看到无尽的银河时，请记得，那不是冷漠的距离，而是宇宙的一次深长吐息。而某一天，它也将深深吸回，把我们带回源头。到那时，我们也许会明白，宇宙从未遗弃我们，我们始终在它的呼吸之中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